为什么不曾与你父亲结为道侣，让你生得无名无分？因为彼时我以为是自己误了韩光君，他是正人君子，我是邪魔外道，本就不该是一路人。他似是说的太过直接，蓝云恒的面色更加苍白，连蓝曦臣在一旁也听不过，皱眉道了一句：“魏公子。”魏无羡却继续说了下去：“但我当真喜欢你父亲，特别喜欢，心悦他，爱他，怎么说都行。”他在蓝云恒近乎茫然的目光中疏忽笑了一下。至于你，这位小郎君，他说着，居然向蓝云恒走近了一步，在这夜中第一次向他伸出了手。蓝云恒反应不及，被魏无羡在面颊上轻轻地掐了掐。魏无羡说：“阿夏，你是这辈子最让我高兴的事。”蓝云恒的肩膀剧烈地抖了一下。魏无羡的手指松开的同时，他向后退了一大步，看到魏无羡的眼睫慢慢地垂了下去。蓝云恒突然很想拔腿就跑，这与他在莲花坞的祠堂之时有些相似，彼时他也想逃开，却不知要逃到哪里去。但在眼下的一刻，蓝云恒看到净室，看到他跪过的蓝氏祠堂，看到早春的花，姑苏的月与镜前的灯，他想逃进那些斑驳褪色的岁月之中，逃到那个失落了的一点上。某个时刻曾有过琴音，琴音中有他抬手便能碰触到的东西，他不知自己为何没有去听。念及如此，蓝云恒身形一动，仿佛当真就跑，一旁站着的僧人便要伸手拦他。魏无羡原本只是垂眸，此时眼睛蓦然抬起，望向那两个靠近蓝云恒的僧人，红眸近乎血红，旁边立即又有7、8个僧人前来按住他。争斗混乱之中，金光瑶悠悠地说：“两位真的没必要这么急，你们的韩光君他已经来了。”一声剑啸自空中来，碧尘剑光横扫，霎时便将围绕两人的人影尽数逼退。蓝忘机落在观音庙前，蓝云恒下意识地抬头看他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见过蓝忘机这样冷的眼睛，他看起来好像真的能够挥剑杀人。金光瑶却笑道：“韩光君，你最好退后5步吧。”方才蓝云恒身形一动，已然与魏无羡拉开了距离。他再转头，这才看见金光瑶站在魏无羡身旁，手中一根极细的金色琴弦系在魏无羡的脖颈上。魏无羡的下颌被迫微微抬起，能动的手指却转向蓝云恒，做了个示意无视的动作。蓝忘机向后退了5步。金光瑶说：“接下来，请韩光君把碧尘收回鞘中。”碧尘入鞘，蓝忘机的眼神没有变，凛冽的几乎令蓝云恒感到陌生。蓝云恒看魏无羡，再看蓝忘机，最后又看魏无羡，一股巨大的恐惧突然攫住了他，令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对金光瑶道：“你不要得寸进尺。”金光瑶说：“这样就算得寸进尺吗？蓝小公子，我下面还要让韩光君封住自己的灵脉呢，你怎么说？”魏无羡说：“阿夏别怕。”那根琴弦紧紧贴着他的喉咙，缝隙不过毫厘。他甫一出声，脖颈震动，蓝云恒便见到一丝清晰的血线沿着魏无羡的颈侧滑了下来。蓝云恒在那一刻大声说：“我换他。”蓝忘机蓦然转头，蓝云恒用力地呼吸着，嘶声道：“你住手！我换他。”金光瑶像是听到什么极有趣的事一般，一边摇头，一边笑了起来：“蓝小公子，虽说你和魏公子都是韩光君的性命，但你更是他们2个的性命。我若真的扣了你，两位一定会同我拼命，这就叫得不偿失。”魏无羡把下颌放低了些，对着蓝云恒的方向轻声道：“阿夏别怕，我与你父亲都在，没事的。”蓝忘机举起手，重重2下锁住了自己的灵脉。金光瑶的目光在他们3人的脸孔上转了一圈，轻笑道：“这可真是。”蓝云恒的手指用力地攥紧了自己的衣角。蓝忘机说：“放开他。”魏无羡却说：“阿夏，你看着我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金光瑶的手一松，魏无羡立刻向蓝云恒所在的地处走去。蓝云恒看到他用手掌掩住了颈侧流血的地方，但他走近时，蓝云恒又向后退，于是魏无羡还是在2步之外站定。他说：“阿夏，我方才说的，你都听清了吗？”蓝云恒的胸膛起伏着，眼睛看向魏无羡的脸孔，看向他颈侧的手，看向他指尖的血迹，最后看回他的眼睛。魏无羡说：“13年了，我不在，你父亲把你教得很好。
如果你不想认我，没关系，你可以不认。你永远都能让我高兴，我也总是为你高兴的。蓝云恒的嘴唇猛地动了一下，不知要说什么，总归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魏无羡在这夜里第二度伸出手，带着纸上的血痕抓住了蓝云恒的肩，用力的令蓝云恒有些疼。他说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从今往后的每一天，只要你想要，你的每一天我都陪着你，教你好玩的、有趣的、不一样的，带你看你没看过的，带你去见识能让你更高兴的。只要你想要，阿夏，你永远找得到我，我就在这里。整个世界轰然一响，似是遥远的鸣雷。真实的雷鸣在下一刹落下，漆黑的天幕依稀落雨，蓝云恒却已然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后面似是又来了一些人，后来又来了很多人，但他们都与蓝云恒无关。蓝云恒的脑海中只有魏无羡的话，还有他自己仿若疯狂的心跳声。小雨换作大雨，又换作暴雨倾盆而下，最终直至雨停。蓝云恒没瞧见地上何时淌了一地血水，火光亦不知在何时熄灭。他在黎明前极微弱的一丝微光中抬起头，看到金陵，看到江城，看到蓝思追，看到温宁，看到蓝忘机与魏无羡。蓝忘机说，云恒，该走了。蓝云恒看到魏无羡的脸孔上甚至还有一点残血，他看着蓝云恒，蓝云恒指了指自己的脸，魏无羡对他笑了一下，用手背在脸上擦了一下，那块梗在喉咙中的铁又回来了。蓝云恒极用力的吞咽，仍旧尝到苦涩嗅意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从袖中取出一面玉令，沉甸甸的玉石落在蓝云恒掌中。蓝忘机说，你若想好了，无论如何都来找我们。蓝云恒站在雨后的黎明中，站在一棵树下，望着自己的手，望着手中的玉令。许久，一滴雨水落下树叶，噼啪一声摔碎在玉令上。他用拇指在玉令上用力地摩挲了一下，再度贴近唇边，将传声的符咒低声念出。玉令微弱地亮了一下，却不再有人言。几个日夜中的第三次，蓝云恒跑了起来。这次他知道自己要向哪里去，要去的也是真实可达的地处，却不知自己是否还来得及。雨后的土地极尽潮湿，今年的落叶掩盖了林木之间的古道。蓝云恒抓着那面玉令跑了许久，晨光中的郊野树林竟无人声。最终他停下，撑着膝盖不住喘息，看到一脚渐落的尘泥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已经走了，蓝云恒只听到自己嘶哑的呼吸。突然身后有个声音说，阿夏。蓝云恒猛地回头，林木层叠的尽头走来魏无羡，蓝忘机走在他身后，牵着那头桀骜张狂的驴。魏无羡见他的模样，转头对蓝忘机喜道，我方才觉得他还是会来，你瞧，当真来了。一边说着，一边越走越近。蓝云恒向他们的方向跑去，反倒吓了魏无羡一跳，正要张开手臂，又见人生生在他眼前暂停。